海伦娜挂了电话，身形一晃，那肌肉线条无比漂亮的腿居然差点没能支撑住她的身体。自己接到了那个奇葩的拉拢苏无忌的命令，一直在出卖色相，陪着他烛光晚餐，根本没有指派拉丁美洲和亚洲2个行动组的任何行动。这2个组一直在皇后酒吧和临江大学周边暗中潜伏，怎么就突然被一锅端了呢？自己身为行动的现场指挥官，居然毫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对手的水平跟自己完全不是同一个维度的。任务成功率100%的拉丁美洲组长，怎么来到华夏就栽了一个这么大的跟头？一股强烈的无力感开始从他的身体深处冒了出来。苏无忌伸手扶了一下海伦娜，问道：电话里跟你说什么了？海伦娜缓了好一会儿，才满脸自嘲地说道：我以为我才是猎人，没想到华夏方面早就把我当成了猎物。随后他的眼睛里迸发出了一抹狠意：你们华夏人真是好手段。苏无忌笑了笑：毕竟这里是华夏国境内，华夏安全部门提前把你的那些手下找出来略施惩戒，有备无患也是可以理解的嘛。的确，黑水的那些特工们在动手之前并没有违反华夏的法律，尤其是拉丁美洲的那个行动组，他们其中大部分的组员都是第一次来到华夏。海伦娜深吸了一口气：可是我接到消息，他们全部被丢进了化粪池。苏无忌笑道：这不挺好的吗？他们又没受什么伤，顶多是恶心了一点而已。海伦娜忽然觉得这手法似曾相识，难道说这事情的背后也有国会大厦骚乱始作俑者的参与？你在我活吃饭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切了，整个晚餐你都在看我的笑话，对不对？海伦娜觉得此刻的自己简直像是个小丑。苏无忌笑道：你不该把人埋伏在我的酒吧附近，那周围可都是我的地盘。海伦娜咬了咬牙：只是观察而已，我并不是想对你动手。这话就多少有点扯淡了，要不是临时接到了拉拢苏无忌的任务，怕是现在海伦娜已经让手下在皇后酒吧制造骚乱了。苏无忌笑了笑：海伦娜，也就是你现在没动手，不然你在华夏搞出了乱子，真把你扣了 CIA 和黑水会立刻跟你撇清关系。海伦娜盯着面前的这个年轻男人，总觉得对方有种强烈的深不可测之感。我对那2个洲际小组的部署计划都是绝密，我想不通他们怎么会暴露。海伦娜说道：我们之间的通讯都是经过加密的，华夏方面绝对无法窃听，你能解答我的疑问吗？他越发觉得逼得哥哥跳进化粪池的真凶就站在这事情的背后。苏无忌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提醒你一下，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海伦娜说道：你的意思是我们内部有内奸？苏无忌摇了摇头：别想多了，我只是提供了一种猜想的可能性而已。顿了顿，他继续说道：但最重要的是，这里是华夏国境内，华夏的安全部门怎么可能让你们在这里持续搞事呢？上一次甲斐穗风流和领风组在灵州搞出了那么大的动静，完全是因为宋鹤鸣和苏无忌在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地配合着深田雪乃的演技，引蛇出洞。否则的话，让这2个外国势力潜伏进来200-300人，相关部门可以集体引咎辞职了。不过苏无忌的话音才刚刚落下，他的眉头便是微微一皱。2台商务车从盘山公路上驶了上来，到了他们面前便开始了提前减速。
车窗打开，几个枪口已经伸了出来。苏无忌耸了耸肩，这次可不是我安排的了。也不是我安排的。海伦娜的眼神一凛，已经直接准备动手了。自己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这些家伙简直是往枪口上撞。海伦娜老老实实站在原地，不要动。一个男人探出头来喊道。车门已经打开，几个拿着手枪的男人下了车，把苏无忌和海伦娜围在中间。你们是谁？海伦娜冷冷问道。今天晚上的变数接二连三，让这位经验丰富的行动组长明显有点应接不暇了。上车，我们老板要见你。这几个男人都是东亚长相，但说的是英语。海伦娜扫了这几人一眼，立刻判断出来，他们绝对在战争一线厮杀过，身上的那股漠视生命的味道极其浓重。他又看了看身边的青年，立刻生出了个主意，指了指苏无忌。海伦娜问道：你们老板只是要见我，不是要见他？苏无忌呵呵一笑。海伦娜，你之前还口口声声说要和我做朋友，这就不像是朋友所为了，一遇到了危险顺口就要拉我下水。显然海伦娜的目的很简单，苏无忌可是能够媲美上忍的存在，有这么一个华夏的年轻高手在身边，自己的安全也能得到最大的保障。虽然他自己也有一些底牌，但在没摸清楚敌方实力的前提下，并不想要提前暴露。海伦娜微微攥了攥拳头，说道：朋友遇到了困难，你总要相帮的吧？他有自信，以自己的实力，即便见到那位幕后主使者，必然也能全身而退。这位颇有实力的洲际族长根本不认为自己能一晚上阴沟里翻船2次。苏无忌呵呵一笑：好啊，看在你长得这么性感的份上，我帮你一把就是了。说完，他竟是主动上了车，大大咧咧地坐在了第2排的独立座位上。海伦娜见状也跟了上去，心中竟莫名安定了不少。一路上苏无忌都没吭声，眼看着车子驶到了灵州郊县，进入了一处面积颇大的农场。而这时候海伦娜的表情却有些不太对了，她的脑门上已经布上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了。你怎么了？苏无忌问道。海伦娜说道：没事。她说话的时候又攥了攥拳，掌心里也全都是汗水，一种更加强烈的无力感与燥热感从这个身体素质极强的女人体内涌了出来。苏无忌看了看她的状态，意味深长的道：我幸亏是跟来了，不然你这个黑水的重点人物死在了华夏，你国方面说必定还真的顺势让我们背上这口锅了。林大对面的平价宾馆里，宋之瑜正坐在宋鹤鸣的对面，李高乐也在房间里，似乎在严防死守。受到岳处长和苏无忌的影响，他现在对顶头上司的人品有点不太信得过，生怕老宋对宋之瑜干出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情来。丫头，你别紧张。宋鹤鸣说道：我虽然是调查局的局长，但并不是来调查你的身份的。对了，你身份证给我看看。李高乐在一旁捂住了脑门，他是真的觉得老大好像有点不太对劲，连说话都失去了最基本的逻辑关系。宋之瑜掏出了身份证，递给了宋鹤鸣。他也说不上为什么，对这个老男人似乎本能的有种亲切感。听说你差点拿了川中的高考状元。宋鹤鸣说道：我当年成绩也不错，是首都高考的前50名。李高乐在一旁忍不住的补充了一句：宋局，你们首都卷子简单，你要是来我们东山省考试，顶多也就勉强够到一本线。你放屁！
宋鹤鸣忍无可忍，别当着人家知瑜的面丢我的人。这群手下在接触了苏无忌之后，是越来越难管了，连阅兵灵都给带偏了。老宋忽然觉得，要是让那位苏副组长继续干下去，整个调查局是不是都得改姓苏了，给这小子偷了家了。宋鹤鸣看了看宋之瑜的身份证，稍稍愣了一下。你这身份证号怎么是首都的？宋之瑜说道。妈妈以前在首都生活过，有首都户口，但我从小就被奶奶带到了川中生活。这听起来是个正常的理由，但仔细想来，逻辑里有很多的不正常。有首都户口，却不在首都生活，反而不远千里地跑到贫困的凉山地区，这从基本认知上根本解释不通。宋鹤鸣说道。你还记得父母的样子吗？宋之瑜摇了摇头。记不得了，都是听奶奶讲的。在我还不到1岁的时候，我爸在外跑船坠了海，再也没回来。我妈因此积郁成疾，半年后也去世了。这都是你奶奶说的。宋鹤鸣又问道。那你的父母被埋在哪里？李高乐在一旁忍不住地插嘴。宋局，您是不是问的太多了？别勾起了人家知瑜的伤心事。宋鹤鸣对手下一瞪眼。你知道个屁，先给我把嘴巴闭上。宋之瑜先是笑了一下，随后那明媚的大眼睛里冒出一丝抑制不住的伤感。奶奶说，妈妈出身于大家族，家里不同意她自由恋爱，才跟着我爸私奔的，并没有领结婚证。只是她去世了之后，骨灰被送回首都安葬了。宋鹤鸣稍稍眯了眯眼睛。怎么听起来有点熟悉？李高乐说道。确实，言情小说里都是这样写的，知瑜真是不容易。宋之瑜轻轻擦了一下眼角，又笑道。宋局长，高乐哥，你们不用在意我的情绪的，毕竟我那时候年纪小，什么都记不住。这明媚中透着一丝哀伤的笑容，就像是一朵在大雨中挺立的郁金香，动人又哀怜。宋鹤鸣目不转睛地看了宋之瑜10几秒，抽出了一根白酱放在嘴上，却始终没有点燃。李高乐为了缓和气氛说道。知瑜，按照那些言情小说里的套路，你的老爸说不定还活着，甚至成了地位显赫的高官或者富商，终身未娶。宋之瑜却轻笑着摇了摇头，那清澈眼眸里的伤感挡都挡不住。不会的，如果他还活着，为什么不回梁山找我呢？这些年来关于亲情的事情，这丫头什么都明白。李高乐说道。那他就是个王八蛋，这样的混蛋爹，就算是活着，咱们也不能认。宋之瑜知道这是在安慰自己，一下子笑了，如同一点春色在夜晚的灯光下晕开。宋鹤鸣看了李高乐一眼，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沉默了一会儿，拍了拍宋之瑜的肩膀。你先坐着，我出去抽根烟。等他出门之后，并未把香烟点燃，而是看了看自己的左手。他的指缝里夹着2根长发，长发的末端还都有着毛囊。宋鹤鸣打了个电话，来一趟，给我查件事。等宋鹤鸣重新走回房间，已经是10几分钟之后了。他在看向宋之瑜的时候，表情似乎有着一丝微不可察的变化，目光之中的那一抹复杂，似乎从来都不曾在他的人生中出现过。很多人都是如此，有些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了，就很难从中摆脱出来。就像很多人出门之后，会反复回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关灯，有没有锁门，所有心思都在上面，然后什么都干不了。至于现在时间不早了，你饿了吗？宋鹤鸣说道。
要是饿了，就让李高乐出去买点夜宵。宋之瑜还没回答呢，李高乐却一脸警惕地说道：宋局，你是在支开我吗？他的嗅觉还挺敏锐，但警惕性全部用来防着自家领导了。宋鹤鸣决定下次出来再也不带这货了。宋之瑜说道：宋局长，我不饿，我想问一下无忌哥的情况。宋鹤鸣满不在乎地说道：那小子能有什么事儿？谁能有他精？然而紧接着他像是想起来什么，面色开始变得有些难看了起来。至于你和苏无忌现在是什么关系？宋鹤鸣问道。毕竟之前在电话里的时候，宋鹤鸣可是清楚地听见这俩人都睡在一起了，苏无忌还亲口说出要搞大人家的肚子。只是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身经百战的宋大局长竟是有些控制不住的紧张。尽管已经知道了答案，可他的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心理。宋之瑜并没有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莫名地从宋鹤鸣的态度里感受到了一股被长辈的关爱。他的眼神在这一刻变得坚定了许多，但是脸上的表情中也随之涌出了一股温柔的感觉来。宋之瑜轻轻说道：我不知道无忌哥对我的感觉，但是我认为我喜欢他。宋鹤鸣稍稍松了一口气，又问道：所以昨天晚上……宋之瑜知道宋鹤鸣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答案，他也没有想要捉弄对方的意思。无忌哥为了我的人身安全，让我睡在他的房间里，他睡在沙发上。我洗澡出来的时候，正好听见你们在打电话，他故意气你的。呼！宋鹤鸣长出了一口气，他发现在等待这个问题答案的时候，自己的掌心之中已经满是汗水了。李高乐狐疑地看了看宋鹤鸣，又看了看宋之瑜，道：你俩之间不太对劲啊。宋之瑜说道：不知道为什么，我见到宋局长会有一些本能的亲切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宋鹤鸣笑了：我这人面善，很正常。李高乐小声补充了一句：估计整个调查局里没人会这样认为。他这时候接了个电话，随后走过来道：领导，出了点意料之外的事情。宋鹤鸣眉毛一抬，刚刚的和蔼瞬间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临战之时的杀伐果断。这新闻，他并没有回避宋之瑜。海伦娜和苏副组长在云连山散步的时候，被人持枪劫走了。李高乐说道：不是我们的人。听了这句话，宋之瑜的眼睛里已经本能地涌出了担心。宋鹤鸣笑了起来：那不用管是谁，在灵州的地界上，还有谁能为难得了那小子？宋之瑜却担心地问道：无忌哥会不会有危险？宋鹤鸣说道：能给那小子带来危险的，不会在这种时候出现。至于你就放心吧。宋之瑜眼睛里的担忧之意丝毫没有褪去，直接把话头接了过来：宋局，我不太放心，我真的很担心无忌哥的安全。毕竟宋之瑜很少看到这世界的阴暗面，普通人听到喜欢的人被持枪劫走，不可能不紧张。宋鹤鸣看到宋之瑜这担心的模样，摇头叹了一声，对李高乐说道：安排人手，准备救人。李高乐知道，这显然不是老宋的风格。毕竟在之前迷雾协定运送过程中，这位大领导可是眼睁睁地看着苏无忌和深田雪乃吸引走了所有的追击，根本没给出任何的火力援助，要不然事后也不会被岳冰凌当面怼得那么惨。这一次怎么宋之瑜才刚刚表达了一点担心，他就立刻去救苏无忌了？
与此同时，苏无忌和海伦娜已经被带进了那一处农场里了。下车之时，海伦娜的双脚明显软了一下，但还能勉力保持着平衡。这一刻，苏无忌忽然明白，这女人之前在接到2个洲际行动小组全军覆没消息的时候，为什么身形会晃了一晃了？那并不是巨大的心理冲击所造成的，而似乎是被下药了。从那时候起，海伦娜的身体状况就已经有点不太对劲了，但是她并没有太过于重视，还以为是自己的情绪所影响的。你的状态不太好，苏无忌说道。晚餐我一口没吃，防的就是这个，没想到中招的竟然是你自己。海伦娜深吸了一口气，蓝色的眸子里有着凛冽之意。你之前提醒得很对，黑水公司的内部确实是有内奸的。苏无忌说道。咱们俩说的内奸明显不是同一人。他口中的所谓内奸自然是清华的，不然老宋他们不会这么精准地掌握那2个洲际小组的潜伏信息。而给海伦娜下毒的这个人，立场还是未知的。这一片农场的位置有些偏，占地颇广，不仅在山脚下有大片的田地，还几乎把一处小丘陵包了下来，山坡上全是茶园。在山脚下有着好几栋2层小楼。苏无忌扶着海伦娜，2人被枪指着，一路来到了位于中央的那幢小楼旁边。一共才走了200多米，海伦娜便好像已经撑不住了，汗如雨下，身上那件紧身运动衣已经快要被湿透了，那2条大长腿明显发软，甚至还时不时地踉跄2步，看起来越发虚弱。拜托你了。海伦娜喘着粗气说道。她几乎已经把半边身子的重量全部压在了苏无忌的身上了，也顾不得那火辣的曲线被对方的身体挤出形变了。身体在大量出水，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一段时间，自己可就要面临脱水的危险了。是你拉我下水的，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苏无忌说道。他其实对海伦娜可没有任何的营救之心，但如果这位前三角洲部队的精英在华夏的地界上丢掉了性命，那后续终归有点麻烦，极有可能被某些人利用起来大做文章。苏无忌可不想看到任何人往华夏的头上栽赃嫁祸。海伦娜皱了皱眉头说道，我很难受，流了很多水。是韩氏流了很多汗。苏无忌立刻纠正道，这2个字不能混用，你这华夏语还得学啊。这时候，从前方的小楼里走出了10几个穿着普通工装的男人，他们看起来颇为朴素，皆是留着平头，面庞黝黑，和田地间的壮年农民没什么两样，身上甚至明显还有尘土的痕迹。只是这些男人的手里都拎着武士长刀。苏无忌眯着眼睛打量了一下他们，随后说道，我今天还说华夏的安全部门不会失职，这会儿就被啪啪打脸了。这群人显然已经潜伏在这里很久了。海伦娜强忍着脑海里的眩晕感，盯着这群人看了看，说道，应该是领风组的人。没错，海伦娜组长真是好眼力，我们是领风组的精锐队伍。这时候，从小楼里面走出了一个中年男人，他同样穿着一身黄色工装，手里拎着一把刀。我们潜伏华夏快5年了，等的就是今天。海伦娜咬着牙，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可是脑海里的眩晕感越来越重，体内却越来越燥热。虽然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出汗，可是那种燥热却始终无法排解掉。确切来说，这种燥热感还带来了一种强烈的麻痒感，
就像是有很多蚂蚁在体内爬着一样，找不到宣泄的出口。这种滋味实在太难受了。在海伦娜的眼神里，眩晕和清醒在争夺着地盘。她艰难地说道：领风组，你们玩这一出到底是想干什么？那个中年男人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笑道：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领风组国际关系部的部长竹内圭也。苏无忌微嘲地说道：一个东洋本土的黑帮还整出了国际关系部，你们怎么不直接叫外交部呢？竹内圭也压根没理他，而是对海伦娜说道：海伦娜组长，贾鹤流一次次办事失利，可你们的大量拨款却仍旧流进他们的账户里，这一杯羹我领风组也想分一分。海伦娜已经猜到竹内圭也的真实目的了，她冷冷说道：我只是行动组长，我说了不算，拨款是 CIA 的高层决定的，只是走黑水公司的账户过一遍而已。只是在说话的时候，他的身形又控制不住地晃了一晃，显然已经连站立都困难了。这都是借口，呵呵。竹内圭也说道：中情局的高层已经答应了，只要你死在华夏，那么他们就会直接踢掉贾鹤流，让我们领风组成为中情局在整个东亚的合作伙伴。此言一出，海伦娜自己都明显有些意外。她问道：这不可能，这个消息是谁告诉你的？竹内圭也随之露出了笑容。看来海伦娜小姐的警觉性确实不太高啊。这时候，一个穿着迷彩服的矮壮身影从小楼里面走了出来。苏无忌一下子便看到了对方脸上的小雀斑。海伦娜说道：塔拉，竟然是你！这个矮壮的女人就是之前把苏无忌接到四季酒店的女助理。自从海伦娜2年前加入黑水公司，这个塔拉便一直担任她的助理一职。塔拉微笑着说道：自我介绍一下，海伦娜组长，我的真实身份是黑水公司复仇小组组长。这一次华夏之行，复仇小组的目标有2人，一个是你，另一个是中崎奈美。听着这塔拉的话，苏无忌忍不住地感慨道：海伦娜，你们这一滩黑水有点浑啊。包括苏无忌自己在内，都以为黑水公司此次派精英隐藏身份来到华夏，是为了坚定执行中情局的任务，找回在迷雾协定失败里的场子。甚至连宋鹤鸣都已经从首都赶来，这么大的领导来亲自当诱饵，就是为了一次性挖个大坑，给黑水公司迎头痛击。可现在看来，老宋和苏无忌的判断居然同时出现了偏差，就连海伦娜这个黑水洲际组长也彻底被所谓的自己人给耍了。这倒是不能怪老宋和小苏的情报工作没有到位，实在是中情局和黑水这内乱让人始料不及。盯着自己的前助理，海伦娜的脸色难看至极。该死，黑水公司那位神秘的复仇组长竟然是你。世界上的各大安保公司一般都有一个比较神秘的复仇小组，如果公司的行动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失败了，出现了人员伤亡，那么公司的决策层就要视情况来启动这个复仇小组了。这一次，无论是海伦娜还是中崎奈美，都已经提前从高层的口中得到了消息，说复仇小组已经启动，会配合贾鹤流和那2个洲际小组的一切行动。谁又能想到，复仇小组的真正任务居然是黑水公司内部的大清洗？塔拉微笑着说道：不出意外的话，那位贾鹤流的漂亮上人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了。而你，我的海伦娜组长，
我已经在你的晚餐里下了毒，你现在的感觉应该很不好吧？海伦娜的感觉何止是不好，简直是在悬崖边缘了。那种无力感和麻痒感让她几乎无法调动任何力量，战斗力几乎已经完全丧失掉了。你可真阴险，在我身边潜伏了2年，等的就是今天。海伦娜咬着牙说道，我是黑水公司的功臣，却遭到这样的对待，这样的安保公司不会长久的。塔拉轻笑道，我可不会介意黑水会不会长久，复仇组长的权力太小，我可不想一直隐藏在幕后。只要你愿意主动退出，那2个洲际组长的位置就是我的了。说着他挥了一下手。竹内圭也见状，立刻指挥手下把苏无忌和海伦娜全部包围其中。抱歉，把你拖累了。海伦娜对苏无忌说道，他已经连站都要站不住了。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抱歉个屁，都已经被人家包围了，现在才说抱歉，是不是有点晚了？矮壮的塔拉说道，对了，忘了告诉你了，海伦娜，你中了2种毒，这都不会要你的命，其中1种会让你大量脱水，浑身无力。毕竟你是近身高手，我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来防止你的反扑。海伦娜咬着牙问道，那另外1种呢？塔拉笑了起来，脸上的雀斑都拥挤成了一团，道，至于另外1种，我想你体内的那种麻痒的感觉应该已经越来越强了吧。该死的混蛋，这到底是什么药？海伦娜只感觉到自己小腹内越来越难受，那股燥热感更加强烈了，一直在寻找着排遣的出口，却始终求而不得。这种燥热感让她无力的身体甚至很明显地生出了对异性的渴望。竹内圭也哈哈大笑，其他的领风族武士也笑了起来，他们盯着海伦娜的眼神就像是在看着已经到手的猎物一样。塔拉用枪指着海伦娜，微笑着说道，毕竟竹内圭也带着他的手下在华夏潜伏了这么久，总得让他们尝到一些甜头才是。你这么性感，正好很符合他们的口味。竹内圭也笑道，那我就多谢塔拉组长了，我一直对白种女人有着超乎寻常的好感。海伦娜组长的身体素质看起来也很好，应该能经得住很多人的折腾。说罢他喊道，来，把海伦娜组长给我拿下，绑到房间里的柱子上。苏无忌听了没好气地说道，等等，你们是不是把我忘了？很明显，从进入这片农场开始，对面就没有把他当成威胁。塔拉看了看苏无忌，冷笑了2声，呵呵，你只不过是个大学生，能翻出多大的浪花来？此刻中了毒，现在居然还能站着，倒也是很不错了。身为海伦娜的助理，他却不知道苏无忌的真实身份。显然，海伦娜对情报的保密意识极强，在让塔拉邀请苏无忌来4季酒店的时候，也没把自己的真实目的告诉他。当然，也有可能是海伦娜觉得这小助理的级别太低，根本没资格了解自己的作战计划。苏无忌看向对方，一脸嘲讽地说道，你搞错了，我根本不是临江大学的学生。看着他的笑容，塔拉似乎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他立刻下令活捉他们。然而就在此刻，苏无忌忽然间一抬手，唰，一道紫色剑芒陡然间出现在这一片夜空之下。站在最前方那几个身穿黄色工装的领风族武士，甚至都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苏无忌的攻击招式，便已经齐齐痛吼了起来。血光已经溅起，他们那握着刀的右臂
此刻居然只剩下半截了。5节断臂，连着5只握着刀的手同时掉在了地上。这场面血腥无比。一剑断5臂这样的实力是完完全全的碾压。领风组剩余的10来个武士全部被镇住了。他们全部是上过战场杀过人的，可是和眼前这男人相比，自己以前的经历简直像是过家家的游戏。竹内圭也见状，立刻拔刀要攻击，而那个复仇组长塔拉也是反应极快，他也已经拔出了一把枪，对着苏无忌就要扣动扳机。可是在这样的距离下，他扣下扳机的速度根本没有苏无忌的剑光快。那一道紫色剑芒犹如闪电横空，瞬间掠过好几米的距离，眨眼就来到了身前。唰，剑光横扫而过，塔拉的手枪直接掉在了地上。与这把枪一起摔落在地的还有4根手指。啊！塔拉发出了一声痛叫。身为黑水的复仇组长，他的近战实力也很强，可是十指连心，此刻的剧痛让他已经忘记了该怎么样才能做出防御动作来了。砰！下一秒，苏无忌的重拳就狠狠落在了塔拉的肚子上。后者那矮壮的身形就像是一个被打飞了的沙袋，直接倒飞进了客厅里，撞翻了一片家具，倒在了狼藉之中。这时候，一道爆裂的刀光已经突然来到了苏无忌的身后，正是竹内圭也。这个在领风组担任国际关系部长的家伙，竟然是个武士。光凭这一刀的威势来看，应该已经接近高级武士的实力了。这家伙走的是绝对力量路线，每一刀里所蕴含着的力道都是重于千钧，充满了霸道。在竹内圭也以往出手的时候，基本上是一刀下去，敌人直接变成2截，瞬间解决战斗。苏无忌一个闪身避开一刀，而那凌厉的刀芒居然把地面犁出了一个深深的口子。该死的华夏人！突变的局面让竹内圭也的心中充满了愤怒。他的每一刀都是威势无穷，看似都要把苏无忌劈成2半，然而苏无忌却只是退手和格挡，每一个防守动作看似简单，却能够将竹内圭也的攻击稳稳挡下来。而他退守的区域则是在海伦娜的周边，无论竹内圭也的长刀劈向任何一个角度，苏无忌都能严严实实地将海伦娜给护在身后。其实从开始交手到现在，甚至还没超过2分钟，可竹内圭也已经劈出了数十刀，却没有一刀能命中的。这对于以爆裂打法而著称的他来说，已经算是一场持久战了。那个华夏青年越是闲庭信步，竹内圭也这边就越是打得无比焦躁。而退着退着，苏无忌忽然大臂一扬，紫光朝着周围猛然绽放，宛若夜色之下盛开了一大片荼蘼的紫罗兰。此时苏无忌的旁边正是几个身穿黄色工装的领风族武士，凌厉的紫芒覆盖了一大片。这几个武士的身上同时有大片的血光飙溅而起，齐齐惨叫着倒地。看到苏无忌在应对自己攻击的时候，居然还能游刃有余地对付其他的武士，竹内圭也简直愤怒之极，长刀再度挥起，气势雷霆万钧。他其实一直是领风族内隐藏很深的高手，那种霸道的爆发力简直是作弊器。虽然本身还差一步才能为高级武士，可即便和那些高级武士对阵，对方一个不留神，也都招架不住竹内圭也的重刀。
可是自己偏偏拿这个年轻的过分的青年没有任何办法。而这个时候，苏无忌的手腕忽然一抖，那紫色剑芒几乎是瞬间变得柔软了起来，犹如毒蛇吐信一般，直接绕过了武士长刀，戳进了竹内圭也的胸口。后者的胸肌直接被剑光削飞了一大片，胸口已经变得血肉模糊了。混蛋！竹内圭也恼火之极，他现在仍旧有些难以置信，明明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看起来就是必胜之局，为什么此刻竟是打得如此艰难？面前这个华夏青年才多大，实力怎么能强悍到这种程度？对方无论是防守还是攻击，都是游刃有余，似乎并没有出全力。现在的东洋高级武士和上忍已经是越来越少了，难道说今天自己也要栽在这儿？竹内圭也想得多了，动作就有些变形。苏无忌的手腕又是一抖，紫色剑芒追身而来，在他的肩膀上又撩出了一道血口子。这位高级武士觉得保命要紧，也顾不得场间的那些手下了，直接转身一退，身形迅速掠向了远方。可是在远处的夜色之中，突然亮起了一道刀光，阻断了竹内圭也逃跑的方向。你往哪里跑？一道女人的娇斥声响起，这是中崎奈美的声音，这语气之中明显蕴含着浓浓的怒气。苏无忌并不知道中崎奈美之前遇到了什么情况，但显然这个上忍必然也是受到了埋伏，声音里的怒意简直都要爆发出来了。其实从前几次跟这个东洋小明星的接触来看，如果排除其刻意发挥演技的因素，苏无忌觉得他的性格其实并不算强势，甚至有时候还很讲礼貌，缺少了强者身上那种该有的说一不二的霸气。但凡性格稍微强一点，也不至于这般受制于米国，一个地位崇高的上忍天天亲自去一线干杂活，脑子有坑，不是吗？远处竹内圭也的刀芒横空暴涌，却渐渐被一个影迹压制。这影迹飘忽无比，速度极快，纵使竹内圭也的刀法非常霸道凶狠，但却完全劈不中实体，而对方却能每次都从刀光间隙无比精准地命中他，双方的实力确实不是一个层级的。仅仅在1分钟之后，一道身影便倒飞了20几米，重重地摔落在了众人的眼前，正是那个竹内圭也。此刻他的宫装已经被划破了10几道口子，前胸后背、躯干四肢皆是如此，鲜血不断从伤口中涌出来。苏无忌分明看到这家伙的膝盖和肘部全部被划开，韧带全断，此时根本不可能再站得起来了。在和竹内圭也的对战中，中崎奈美也处于完全占据上风的状态，还刻意留了他一命。紧接着一道黑影疏忽间从30多米开外掠来，仿若瞬移一般闪现场间。这一下真的太快了，剩下的那几个领风组的武士甚至都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便齐齐感觉到了喉间一凉，紧接着鲜血便从他们的脖颈里飙出。这几个武士齐齐被割开了喉咙，秋夜的清凉空气已经直接涌进了这些人的气管里。这时候那身影才瞬间凝聚成了一个身材玲珑的实体。这是速度太快所造成的视觉偏差，该死的混蛋！中崎奈美站定之后忍不住地骂了一句。此时这女人穿着白色的运动装，光着脚站在地上，手里还拿着一柄还在滴血的手里剑。
在从化粪池回去的路上，中崎奈美遭到了伏击，领风组出动了10几个实力强悍的武士，黑水公司的对立派系也派出了2名狙击手，想要以此而围猎他。可这样的阵容围攻之下，却被中崎奈美突围出来，还顺手抓了2个活口，逼问出了对方接下来的计划，所以才赶到了这儿。此时整个场间站着的只有2个人，苏无忌和中崎奈美，而复仇组长塔拉还因苏无忌那一记重拳而倒在家具堆里面。至于海伦娜，则是捂着肚子，仍旧蜷缩在地上。那张五官很高级的面孔，正是一阵红一阵白，显然体内还在忍受着燥热和麻痒的煎熬。苏无忌看了看对方，嘲讽的一笑：“大明星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中崎奈美的表情有些复杂，面对苏无忌的质问，却直接来了个鞠躬：“很抱歉，都是因为任务，所以之前欺骗了你们。”这声音之中居然还很诚恳。苏无忌说道：“你用不着向我道歉，我也是为了任务。但深田雪乃现在算是我的朋友，你当初打了他胸口一掌，这个场子，我是不是得替他找回来？”中崎奈美却说道：“换个时间，我让你来打我。”其实严格说来，这2人之间并没有私人恩怨。之前一个站在华夏这边，一个为米国服务，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但人与人之间，并非全部如此。苏无忌呵呵一笑：“我可没同意换时间。毕竟这次中崎奈美出现在灵州，必然也是针对苏无忌和宋鹤鸣的。苏无忌可不想放任一名身法快如鬼魅的上人隐藏在暗中，随时能攻击自己。”只是说完这句话，他揉了揉鼻子，盯着东阳小明星看了看：“你身上这是什么味道啊？这么臭，多少天没洗澡了？”中崎奈美咬了一下嘴唇，心中的憋屈感又涌了上来。衣服上沾染的化粪池味道，到现在都还没完全散去呢。你先去解决你们的事情，然后我再来谈我们的事。”苏无忌说道。他可不是大善人，严格来讲，黑水公司的内乱和他并没有任何的关系。此刻不趁机落井下石，已经是苏小处善良的表现了。这时候，远处的夜空中已经传来了隐隐的噪声，像是直升机的轰鸣。苏无忌抬眼看了看远处的天空，呵呵笑了笑，心中说道：“老狐狸又来摘桃子。”“谢谢。”中崎奈美又鞠了一躬，然后看了看捂着肚子蜷缩在地的海伦娜，问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对于这个之前总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自己下命令的女人，中崎奈美并没有多少的好感。看到她中了毒，此刻也没有拉对方一把的意思。“她浑身无力，中了春药。”苏无忌说道。“不过我如果是你，就先去把那个复仇组长抓过来，问问他的身上有没有解药。”他抬起手来指了指塔拉。苏无忌相信自己那一拳的力道，塔拉挨了结结实实的一击，到现在都还站不起来，内脏应该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内出血了。中崎奈美走到了塔拉的面前，将他从地上拖了起来。原来那个给我发布复仇计划的神秘组长竟然就是你，从头到尾都被你牵着鼻子走，真是我的耻辱呢。中崎奈美的眸光里流动着憋屈与不甘。的确，一个上人当到了这个份上，总是被别人用拨款把他的尊严踩在脚下，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塔拉忍着腹腔的剧痛，艰难地说道：“带我回去，我会给你们提供一份新的合同。贾鹤流，
将会是中情局唯一的合作伙伴。贾鹤流就算是彻底没落，也不会再和你们合作了。钟其奈美的俏脸之上毫无表情，说完这句话之后，直接抬手一掌拍向了塔拉的胸口。塔拉的眼睛里顿时涌现出了惊恐的神情，他已经清楚地感受到了钟其奈美身上所爆发出来的杀意。但是即便这位复仇组长想要求饶，却已经来不及了。狂猛的力量已然在钟其奈美的掌心间炸开，这一下所引起的气爆声简直犹如雨天闷雷一般。砰！塔拉被这一掌拍得狂喷鲜血，朝着后面倒飞而出，把后面房间的隔墙都给撞塌了。上忍的全力一击毫无留手。苏无忌难得从此刻的钟其奈美身上看到了一点霸气，只是这一击之后，塔拉估计心脏都已经被打爆了，根本活不成了。钟其奈美必然是和黑水公司与中情局彻底撕破了脸。苏无忌无奈地说道：你也不问问塔拉的身上有没有解药，直接就给弄死了。钟其奈美走到了苏无忌的身边，扭头看了看一旁正在紧紧夹住腿的海伦娜。既然他中的是那种毒，就留给你了吧，你可以帮他解开。苏无忌冷笑：你觉得我会感谢你？海伦娜捂着肚子，强忍着体内越来越强的麻痒感觉，咬着牙说道：混蛋，钟其奈美，你居然也要背叛黑水！钟其奈美冷冷地说了一句：海伦娜，以你现在的状态，我可以轻易要了你的命。这几年跟你们的合作已经让我受够了，从今天起，贾鹤流不会再和你们有半点纠缠。敢这个时候背叛，你们会成为黑水公司的围猎对象的。海伦娜的声音已经很虚弱了，听起来没有半点威胁性。贾鹤流会因为你这个决定而彻底消亡的。钟其奈美的声音之中难得透出了一股狠意。那你们就尽管试试，试试被一个上忍没日没夜盯着的滋味，试试被我一个接着一个暗杀的感觉。说完，他扭头就要走。海伦娜一时间语塞了。的确，由于钟其奈美平日里配合度很高，通俗点说就是乖巧听话，只要为了保持住贾鹤流的存续，多难的任务她都愿意去完成，以至于米国那些人都忘记了，这个个头不高的小明星其实是个几乎可以站在现在东洋武道界巅峰的人物。整整。苏无忌忽然开口说道。这时候直升机的轰鸣声更响亮了。你要干什么？钟其奈美停下了脚步。苏无忌说道：我说过深田雪乃是我的朋友，你在弘福寺打了他一掌，我今天要替他找回来。钟其奈美说道：好。说着他居然抬头挺胸，闭上了眼睛。你来吧。看着那颇有规模的胸口，苏无忌倒是一瞬间有点下不去手了。你的配合度也太高了吧，不怕我直接把你打死？他这一刻甚至都无法分辨出来，这个钟其奈美到底是不是在发挥演技了。钟其奈美仍旧闭着眼睛，面无表情，说道：我和深田雪乃并无私仇，为了任务才伤了他，所以你打我一掌也是可以理解的。苏无忌说道：那你自己动手吧。什么？钟其奈美先是愣了一下，随后说道：好。说罢，他抬起手来，直接印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噗！一口鲜血喷出。苏无忌能明显看出来，他打自己这一掌所用的力道和之前一掌拍开深田雪乃的力道明显是不一样的，对自己下手居然重多了。
不知道为什么，苏无忌忽然想起钟琴奈美之前在自己的套房里说过的那句皇后酒吧加油的话来。这个上人不会真的那么呆萌蠢萌吧？我大概能把他打成什么样的伤势，我明白，所以我这一掌过后大概也是受同样的伤。钟琴奈美的身形晃了晃，面色随之苍白了一分。欠你们的我已经还了。你苏无忌的表情有些许的艰难。你未免也太听话了吧？这么实诚，手上不会偷偷留点劲儿？说实话，这一掌要是让苏无忌来打，他都不会使出那么大的劲儿。钟琴奈美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说道：现在你我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了，可以变回陌生人了。另外，贾鹤流不再依附于米国，也不会回东洋寻找新出路。希望你们不要为难我们这个夹缝中求生存的忍者流派了。都到了这种时候了，他的心里居然还装着贾鹤流。苏无忌摇了摇头：钟琪奈美，你有点天真了。现在就算是我让你走，华夏官方也不可能让你离开。钟琪奈美的眸光一凛，随后这凛然便转化成了悲戚。他随后自嘲地笑了笑：我现在受了伤，华夏要是派高手抓我，我确实很难逃得掉。苏无忌有点无奈地说道：所以面对一个老狐狸，你这么老实，是会吃大亏的。老狐狸？钟琪奈美一惊：你小子不要这样骂我，你这只小狐狸可比我阴险多了。宋鹤鸣的声音远远响了起来：你口口声声说替深田雪乃找回场子，实则只是为了找机会打伤这个上忍罢了。就在之前钟琪奈美对战竹内圭也的时候，宋鹤鸣所乘坐的直升机已经降落在了农场门口。在听到老宋的声音之后，钟琪奈美面色发白，她的心里只有4个字，那就是彻底完蛋。自己之前还给复仇小组提供行动建议，让他们准备围攻宋鹤鸣，可现在自己直接掉进了这位调查局大佬的圈套里了。苏无忌看着走过来的宋鹤鸣，没好气地说道：老宋，我劝你最好不要这样想，阴险的人看谁都是阴险的。宋鹤鸣呵呵一笑，也不拆穿。而钟琪奈美看着苏无忌，眼睛里有着一抹难以置信的复杂，说道：他说的是真的吗？苏无忌的脸上还有些无辜。反正你现在都已经受伤了，真相是什么还重要吗？钟琪奈美立刻明白了答案，身子一颤，忍不住地说道：原来你在故意坑我，你真是很阴险。他本来还想着要向对方道歉，对方却只想着把他打伤。苏无忌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道：真不知道该说你单纯还是该说你愚蠢。随后他看向了宋鹤鸣：这女人怎么说呢，倒也不坏，你收着点，别把她坑得太惨了。经过了今天晚上的事情过后，苏无忌几乎已经可以确定，钟琪奈美之前在皇后酒吧顶层套房里的表现，大部分都不是演技。这女人就是缺根弦，没那么多的心眼子。她是个上人，但凡是个脑子稍微正常点的，能被黑水公司一个洲际组长当成工具人在用。听到苏无忌居然替自己说了句话，钟琪奈美擦了擦嘴角的血，又有些疑惑了。她没想明白个中缘由，但还是鞠了一躬，说道：谢谢。苏无忌又摇了摇头。宋鹤鸣笑道：钟琪奈美她都把你卖了，你还要对她说谢谢？钟琪奈美：啊，她把我卖给谁了？
他其实也没有很傻，只是来到华夏之后，接连被自己人和华夏人连环坑，明枪暗箭，防不胜防。这会儿脑细胞有点不太够用了。苏无忌没好气的道：老宋，你在败坏我名声，信不信我泡你未来的女儿？宋鹤鸣一改之前的态度，忽然间声量提高了许多。你敢娶？苏无忌分明从他脸上看到了如临大敌的模样。无忌哥。这时候宋之瑜的声音已经远远响起来了。这一次宋鹤鸣居然把宋之瑜也带来了。老宋，你搞什么啊？苏无忌听了立刻没好气地转身说道：这里那么危险，你把之瑜带来做什么？宋鹤鸣没好气地说道：他非要跟来，说是担心你。说出这后半句的时候，老宋的脸似乎都黑了不少。苏无忌一瞪眼：他非要跟你就带了，你不会拒绝吗？宋鹤鸣闷声说道：我不想拒绝。啊，你。苏无忌转而对宋之瑜说道：至于这里有点血腥，你别乱看，下次不许跟过来了。宋之瑜看到苏无忌没事，已然放下心来，听到对方这么关心自己，立刻笑眼弯弯，眸子灿若星辰，显得极为动人。苏副组长，你过来一下。李高乐像是有话说，使了个眼色，把苏无忌拉到了一边。我跟你讲，老宋今天不正常。李高乐悄悄说道：怎么个不正常法？苏无忌眉头一挑，问道。李高乐压低了声音：他看宋之瑜那丫头的眼神不对劲，我怀疑这家伙为老不尊，想要老牛吃嫩草。苏无忌乐了：老宋虽然无耻，但还不至于那么无耻吧？你别笑啊，你得上点心，防着点。李高乐说道：苏副组长，哥哥我也是干了这么多年特工，这种最基本的嗅觉还是有的。苏无忌说道：我说老宋怎么今天还把之瑜带来了？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这个老不要脸的。是的，老不要脸。李高乐对这评价深以为然。我们这些年抓了多少贪官，表面上一个个道貌岸然的，背地里都是男盗女娼，玩的那叫一个变态。老宋这么多年不结婚，指不定背地里怎么祸害小姑娘呢。苏无忌摸了摸鼻子：很有道理。何止是有道理？李高乐说道：今天晚上老宋几次三番的想要把我支开，要跟宋之瑜单独聊聊，都被我拒绝了。兄弟，我一直帮你盯着呢。苏无忌又乐了：好，高乐兄，这事儿结束之后，你在灵州晚2天再走，保证让你难以忘怀。李高乐一听，眼睛都亮了。好啊，这次岳处长正好不在，没人拦着咱们了。李高乐，你过来。这时候宋鹤鸣忽然喊道：跟苏无忌在那边嘀嘀咕咕什么呢？嘀咕你老牛吃，没什么，没什么。李高乐差点把真实情况顺嘴说出来了。你过来，把宋之瑜带到旁边去，我和苏无忌跟这个东洋忍者聊点别的事情。宋鹤鸣说道。是。李高乐听了，立刻把宋之瑜带到了一边。他压低了声音，交代了一句：之瑜，你这丫头太单纯了，女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知道吗？宋之瑜直接被整愣了。啊，高乐哥，你这话从何说起的呀？李高乐说道。有些话我没法说得太透了，你得自己悟。宋之瑜当然知道他在表达什么，笑道：哦，我悟着试试。随后他远远看向苏无忌的背影，目光比今晚的月色更让人沉醉。钟琪奈美小姐，我们来好好谈一谈关于贾鹤流的未来走向。宋鹤鸣说道。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受了伤，还是因为今晚做了个艰难的决定，此刻
钟其奈美的面色明显是有些苍白的。没什么好谈的。他咬了咬嘴唇，坚持着说道：我不想刚跳出火坑就立刻进入了另一个深渊。从今天起，贾鹤流永远不会再成为别人手里的一把刀。宋鹤鸣看了苏无忌一眼，示意他开口谈判，然而后者却仰头看天，根本不出声。见此，老宋只能亲自上阵。贾鹤流的内部，如果是你一人说了算的话，你才有说出刚刚那句话的资格。很可惜，并不是。钟其奈美的眼光微微一颤，他深吸了一口气，坚持着说道：不愧是宋局长，你说的没错，如果贾鹤流的内部是我说了算，那么整个门派绝对不会落到如今这步田地。也不能这么讲，宋鹤鸣说道，毕竟你们常年收到 CIA 的巨额资助，小日子过得也挺滋润的，不能放下碗就骂娘。钟其奈美又给整迷糊了，他说道：宋局长，你的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这有什么好不明白的？苏无忌在一旁听着，实在忍不住地开口了。老宋的意思是，米国给你那么多的资助，他不会给那么多，但同样的，米国会把你们贾鹤流的这些忍者当成狗一样使唤，他不会这么做，而是会给你更大的自由度，明白了吗？好像明白了一些。钟其奈美还是有点没明白，他更不清楚的是，宋鹤鸣那短短一句话，怎么就被苏无忌扩充成那么长一大段的。跟这一老一少打交道，钟其奈美是真的感觉到自己的脑袋有点不太够用了。苏无忌摇了摇头，直截了当地说道：要么跟华夏合作，要么你留在这儿，起码给被关上10年选吧。钟其奈美咬了咬嘴唇，坚持着说道：我都不同意。苏无忌呵呵一笑：放聪明点吧，宋鹤鸣这种老阴，这种大领导都来了，你觉得你还有的选吗？钟其奈美摇了摇头：你们抓了我吧，我不可能让整个贾鹤流为你们所用。苏无忌看了宋鹤鸣一眼，又是微微一笑：谁说要用整个贾鹤流了？宋鹤鸣笑了笑，这笑容竟是有种发自内心的开心与轻松。有个人懂自己的心思，这真的很难得，可怎么偏偏是这个家伙？一想起来某些事，还是想抽他。啊，钟其奈美说道：那你们是什么意思？苏无忌说道：我们不需要整个贾鹤流，只需要你一个人就可以。你只要答应成为华夏的合作伙伴，我们便放过你们整个门派。原来是这样。钟其奈美立刻觉得对方好像退让了一大步，只要自己偶尔帮一帮华夏，贾鹤流就能安然无恙，不受华夏控制，而且自己也能恢复自由身，听起来很划算呀。好，我答应。钟其奈美立刻说道。苏无忌看了看他：你不再想想？他忽然觉得这一次对于华夏而言实在是太划算了，直接赚到了一个没脑子的上任。没什么好考虑的了。钟其奈美说道：为了贾鹤流的存续，我愿意做一切我所能做的事情，也谢谢你对我做出了那么多的让步。这熊大无脑的小明星又是被卖了还帮着数钱。这时候海伦娜简直快要难受死了。你们能不能来个人帮帮我？她说道。不得不说，这时候的海伦娜组长真的很有诱惑力，甚至来说话的时候都带上了喘息声。这种喘息甚至有点像某些特定时刻的深语吟。她本来就是身高腿长，身材无比健美，那凹凸有致的曲线火辣到了极点，这时候不断夹着腿，
甚至手都无意识地被大腿给夹在了内侧，磨来蹭去的。宋鹤鸣依止苏无忌，面无表情地说道：你去帮看。